好像还缺点什么。完美。哦，我真是个绘画天才，不过好像多了点什么。好多了。嗨，伙伴们，我是麦克。强悍的 GeForce RTX 30系列 Laptop 笔记本的上市让我羡慕不已。尤为感兴趣的是其所搭载的第3代 Max-Core 技术。通过 Dynamic Boost 2.0、Visible Mode 2.0和 Reset Bulb 的加持，可以让 GPU 在游戏本上发挥出更大的效能，大幅度超越 RTX 20系列笔记本的游戏性能，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运行噪音。对于一名游戏玩家来说，这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。于是凭借之前和雷蛇的良好关系，我成功拿到一台工程样机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测试一下，搭载了307显卡的游戏本是否真的值得我们为之穷心。不过这里需要提前说一下，因为这只是个工程样机，很多参数和硬件搭配可能和正式上市后的产品存在一定距离，所以所有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。我手中的这一台是2021款的雷蛇凌刃15精英版，整体厚度只有 16.99 毫米，所以轻薄便携是它的最大特色。但同时这么轻薄的机身里却装了个30系显卡，也不得不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能。不过如此轻薄的机身下，该有的接口一应俱全。机身左侧分别是电源接口，2个 USB 3.2，一个 USB-C 支持雷电3，以及一个 3.5 音频接口。机身右侧安排了一个 HDMI 2.1 接口，用于外接显示器，最高支持 8K 60赫兹或者 4K 120赫兹。同时还有一个 USB 3.2，一个 USB-C， 还有一个 SD 卡槽。对于我们摄影师来说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地面，除了前面的散热通道，还有这2个硕大的散热孔，便热量快速排出。作为一台轻薄游戏本，散热能力重中之重。新版凌刃15用的是真空均热版散热系统，并通过强劲的44扇叶高风量降噪风扇提升散热效果。实话说，作为一台游戏本，它真的轻薄的有些过分了。我们真的可以用它来玩游戏吗？接下来咱们该开机看看了。很多人以能否单手开合来评价笔记本做工，瞧，它也能，还很轻松呢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壁面几乎是无边框设计，屏占比很高。这也可能是和它一体成型的铝合金机身有关系，强度有了，边框就可以更窄了。屏幕顶部还有一个红外摄像头，暗光线下也能把你看得清清楚楚。其实对比上一代2021款的凌刃15，在外观上并没有太大变化，所以我们赶紧去看一下硬件配置情况吧。首先我们先用娱乐大师扫一下硬件，结果出来了。这台精英版的处理器用的是 i7-10875H， 16G 内存， 1T 固态硬盘，而显卡用的是 NVIDIA GeForce RTX 3070 Laptop GPU。 很可惜一开始水较少了，没把3080种出来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的测试开始。结果出炉，最终得分54万，已经可以畅玩所有的大型游戏了。从综合性能排行里，一台 i9-9900K 主机排在它的后面，在显卡排行榜中分数和台式机的2080相同。看到这里，我越发对这块移动版的 RTX 3070的游戏性能有了更大的兴趣。那么接下来咱们请出更加专业的 3D Mark， 大家稍等片刻。结果出来了，显卡得分8990， CPU 得分8027。大家可能对这个分数没啥概念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数据。它排在2020游戏电脑和游戏笔记本之间，意味着它的测试分数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20系游戏本。为了更直观的对比，我找来了之前20系游戏本的测试数据。这台笔记本的配置是 i7-9750H 加 RTX 2080，显卡得分8050， CPU 得分6572。然后我们对比一下，数据差距确实不小，等同于全面碾压。也难怪最近有消息，狂老板们已经订上30系笔记本了。基础数据测试完毕，咱们该进行游戏方面的测试了。当然，凡事都讲究个仪式感，所以这才是用雷蛇游戏本玩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雷蛇中装甲中幻彩版鼠标垫，承载黑寡妇蜘蛛 V3 黄轴无线键盘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这是我刚才种出来的旋风黑鲨 VR 专业版无线耳机，也是我目前在用的同款耳机，只有240克，非常轻便， 7.1 环绕声效，我听声辨位全靠它。如果你受够了无法精确探知敌人位置的痛苦，听我的，用这个准没错。多亏终极版无线鼠标，也是我目前在用的同款鼠标，战地使命召唤全靠它。和上面的无线耳机一样，它也非常轻，仅有74克，但续航非常出色，是很多职业选手的选择。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安装一些常用游戏，熟悉一下这台本子的基本性能，大家稍等我2分钟。2天过去了，伙伴们，我回来了。经过2分钟的测试，我已经全面熟悉了这台游戏本的性能，
并针对这台游戏本所搭载的 RTX 3070 Laptop GPU 进行了一系列测试。接下来把测试结果一一展示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一下第3代 Max-Core 技术中的 Dynamic Boost 2.0。这项技术可以自动平衡 GPU 和 CPU 之间的功耗，让游戏始终以最大效能来运行。下面这组对比画面可以看得更直观一些。这是赛博朋克2077中3个不同画质的测试镜头。通过视频中的数据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CPU 功耗和 GPU 功耗是在不断变化的。当画质越低时，对显卡的性能需求变小 ，CPU 的功耗在正常范围浮动；当画质越高时， GPU 需要的功耗开始变多，并且从 CPU 那边借了一部分过来，用以增强性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总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，GPU 需要的多，就从 CPU 那边挪一点过来。当 CPU 有需要的时候，也可以从 GPU 那边弄点功率补贴自身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了。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多多学习这种相互帮扶的精神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Whisper Mode 2.0。这项技术简而言之就是利用 AR 算法，在笔记本的性能和噪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尽可能的降低游戏中的运行噪音。我们可以在 GFE 中开启和关闭它。我首先在未开启的状态下运行了半小时《使命召唤17》，分贝仪的数据在42至53之间浮动。随后我开启了这项功能，再次运行10分钟后，噪音数值降到40左右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最后是 Reset Bubble 技术，这项技术允许 CPU 可一次性访问整个 GPU 真缓存，在中的游戏中提升性能，这里就不做过多测试了。此外，我也在这台游戏本上针对 DLSS 功能进行了针对性测试，比如在《使命召唤17》中开启 2K 分辨率、全高画质、关闭光线追踪，并开启 DLSS 情况下，帧数能维持在160多，全程无卡顿、不掉帧，游戏体验极好。而在赛博朋克2077中 ，2K 分辨率、最高光线追踪，同时最高画质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把 DLSS 开到超级性能，游戏中可以维持在80帧左右。但在关掉 DLSS 情况下，游戏直接卡上 PPT， 对比非常强烈，也直接体现了这项技术的强大之处。随后我又顺手测试一下其他游戏，比如《绝地求生》，因为没有 DLSS 加持 ，2K 全高画质下的帧数在80多一点，没有达到144，有点失望。这游戏优化有点渣呀。在战地5中 ，2K 全高画质下的帧数在90左右，其实已经好久没玩战地了。本来想多体验一下，奈何网络延迟太高，只能作罢。当然，这台笔记本对付灭火先锋这类游戏，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了。嘿，哥们儿，在玩吃鸡吗？我是消防员，来救你出去。这高度应该没问题吧？走好您嘞。目测情绪还算稳定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用它安装了腾讯官方的手游助手，玩了一会和平精英。不出所料，偶尔有卡顿发生。很多人经常私信问我如何用手游助手不卡，没办法，我试过用 10900K 加128G 内存加3080都偶尔会卡，这还有话伤不起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雷蛇给予了这一次的测试机会，通过以上测试，其性能已经完全满足我当前的工作需求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多出去走一走，以便更好地拓展我的思维空间，提升创作灵感。比如随便找这么一个小角落，微风拂面中，让无限的创意在指尖律动；也或者如这般随意路边一坐，在四周喧闹的音符中寻找灵感；也或者依靠在湖边，清清的水中偶尔泛起的涟漪，说不定就会借此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思路。而当突如其来的灵感来临，哪怕随意的找一处停车场，也是一处不错的创作空间，把那似乎一闪而过的念头紧紧地抓在手中。所以